苏无忌望着外面的夜色，不禁感觉到自己的灵魂好像都要被某种来自于虚空之中的无形力量给抽走了。今晚南丽的月光简直美得不像话，那月亮又大又圆，一如金奥。算了，这比喻不太恰当。金奥丽抬头说道：确实练习过很多遍，但是其实并不是特别快乐的回忆。毕竟当时那位特工女老师带来的教学模具都是质量很粗劣的假货北星，在这方面的生产力着实不行。对着那些东西勤学苦练，真的让金奥丽感觉到无比的羞于耻，甚至是恶心。但还好，曾经艰苦付出所得到的学习经验，如今终于有了用武之地，终于收到了最美好的回报。看着苏无忌一开场就表现出如此惊讶和满足，金奥丽忽然觉得自己以前所付出的那些辛苦与羞耻都值了。不过听到金奥丽这么说，苏无忌一把将她拉了起来，说道：既然不快乐，咱们就不用这一招了。听到这个男人竟然如此关心自己，金奥丽的心中充满了感动。他此刻的眼光已经柔软的要化开来了。我是说，以前练习的时候不快乐，但和你这样做，我是前所未有的快乐。嗨，我得给你提个醒。苏无忌说道：待会儿做正事的时候，你的练习经验并不一定能派上用场，毕竟真人和假人是不一样的，这方面我是有经验的。金奥丽搂着他的脖子轻笑道：哦，和江婉欣之间的经验。恶心。苏无忌有点尴尬，说不上为什么，自己这时候觉得莫名有点对不起江少校。看到了苏无忌的表情，金奥丽说道：我说错话了，都怪我破坏气氛了。苏无忌伸手穿过他垂落一侧的头发，轻抚着那绝美的侧脸。没有破坏气氛，我现在的状态依然很好。金奥丽的下一句话让苏无忌觉得又离谱又刺激，因为他微微仰着脸说道：要不你把我想象成江婉欣？苏无忌不带这样的。但金奥丽的这句话似乎把他脑海里的潘多拉魔盒打开了，不知道放出来个什么东西。苏无忌本能地试了一下，然后他顿觉对不起江婉欣，顿觉自己的道德底线有些被刷新了。但不道德归不道德，好像真的挺刺激的。这也是你那个老师教的？苏无忌问道。不是，我就随口一说。金奥丽眼睛里的波光简直要凝聚成实质而滴出来了。你真的这样想象了？没有，怎么可能？苏无忌立刻否认，义正言辞地说道：我是个非常正直的人。金奥丽说道：那就让我体会一下你的正和直。苏无忌：你华夏语都好到这种程度了吗？金奥丽深吸了一口气，随后轻轻搂住了苏无忌，在他的耳边轻声说道：无忌，我要你。简单的一句话所产生的冲击力简直强悍到极点，把苏无忌整个人瞬间冲到眩晕。紧接着金奥丽又说道：从非洲回来的每一天，我都想要你。于是苏无忌便抱着他直接倒在了落地窗旁边的沙发上。今天晚上的月光格外明亮和皎洁，但南丽可不止苏无忌和金奥丽在落地窗前赏月，某个受了重伤的女人也在看着病房窗外的月色，正是伊莲娜。在苏赤烟离开之后，她始终在病床上躺着，即便虚弱到极点，却也仍旧毫无睡意，思绪翻涌，不止不休。而在伊莲娜的脑海里，某个年轻男人的身影出现的频率极高，太阳神阿波罗的儿子。
伊莲娜在心底轻声说道。这是怎么投的胎呀？她明显有些感慨。哪怕已经成为了让黑暗世界无数人所仰望的超一线天神，可是伊莲娜还是坚持着认为，曾经的那位太阳神是自己需要终生仰望的存在。护工大姐在门外走廊的椅子上坐着，如非必要，伊莲娜都不让她进来。月神姐姐此刻只想一个人待着，真是奇怪。在身体最虚弱的时候，心里反而最孤单。艾斯戴尔也走了，放眼深州，好像没有一个妹子能陪伴。但偏偏更奇怪的是，此刻伊莲娜的心里涌现出来的并不是那些和自己关系亲近的姑娘们，而是一个年轻的身影。不会吧，他治好了我的夜难症？伊莲娜的眸光轻动，似乎还是在说服着自己。不可能，我还是不会喜欢男人的。而这个时候，病房门打开，一道身影无声地闪了进来，竟是高海峰。他还没有离开南丽。大哥，你怎么又来了？那护工大姐还在门口。伊莲娜问道，这声音中还明显透着虚弱感。高海峰说道，他靠着墙睡着了，你感觉好点了吗？需要时间。伊莲娜说道。你专程过来，是不是有什么消息要告诉我？我之前告诉过你，奥丁在返回欧洲的时候遭到了多股力量截杀，现在下落不明。高海峰说道。伊莲娜，重伤的奥丁依然是奥丁，很难对付的。那些劫杀他的人怕是也不太好过。大哥，你是不是知道是谁动的手了？他感觉自己大哥专程来这一趟，就是为了说这事儿的。我现在只确切知道有一个人动了手。高海峰说道。游侠神殿的第一天王。是他啊，那他也得受伤。伊莲娜轻声说道。不过这个第一天王有自己的生活，一般不会主动出手。高海峰说道。在游侠神殿，5个天王的所有行动都由暗影天王来决定。这是苏无忌的意思。伊莲娜竟然觉得心情好像好了一些，内心之中那种孤单寂寥的感觉都少了不少。她轻笑着说道。他是在替我出气的吗？看着妹妹的样子，高海峰忽然觉得有些无力。梅根，你的脑袋被奥丁打坏了吗？苏无忌都不知道你是谁，怎么替你出气？高海峰说道。再说了，你以为他不想趁机对月影神殿落井下石？都说恋爱中的女人是没智商的，自己妹妹这才刚刚被英雄救没了2次，就这么糊涂了吗？我开玩笑的。伊莲娜笑了一下，说道。真的？越解释越不像真的。尴尬不尴尬，只有他自己知道。高海峰深深地看了他一眼。梅根，你变了。哪里变了？以前的你绝对不会开这种无聊的玩笑。高海峰说道。伊莲娜轻轻反问道。这样的玩笑很无聊吗？高海峰。起码和你的性格并不相符。伊莲娜说道。大哥，你也该做出一些改变了，过往的那些痛苦不该继续成为伤害你的刀。高海峰一怔，他听懂了伊莲娜的潜台词。不能保证，但我可以试试看。高海峰的语气里透着一抹微微的怅惘。连你都能主动改变，我或许真的该变一变了。2个身材窈窕苗条的长发女人并肩坐在河堤上，看着悬挂在夜空里的月亮。一个姑娘身穿白色大衣，另一个则是身穿黑色的轻薄羽绒服。2人的背影线条
皆是无比完美。在他们的手边摆着几罐啤酒。今天的月亮真圆。穿着羽绒服的姑娘说道。月亮圆，人团圆。她抬起头，喝了口啤酒。虽然在同一个国度，倒也没团圆。身穿白色大衣的姑娘说道。起码没和他见到面。羽绒服姑娘看了他一眼，轻轻一笑。据我了解，你的性格应该不支持你说出这种风格的话来。你变了。的确，我以前有情感淡漠症。白衣女人说道。现在也有。羽绒服姑娘把话头接了过去。只有在见到他的时候才会减轻。白衣姑娘摇了摇头，喝了口啤酒，笑了笑，直接说道。何止是减轻，简直是汹涌。这种笑容并不是自嘲，而是释然以及认命。命里这辈子就栽在这个男人手上了。羽绒服姑娘轻轻笑了笑。我都很久没见到他了。身穿白色大衣的姑娘拿起啤酒罐，跟他碰了一下。这个动作也不知道是不是在安慰。羽绒服姑娘见状，绝美面庞上的微笑扩散，仿佛是被小石子击中的湖心，开始荡漾开来。你的变化让我吃惊，谢谢。你难道没想过要把你现在所做的事情都告诉他吗？白衣姑娘问道。我和你一样。羽绒服姑娘轻笑。你保留多少，我就保留多少。别和我比，我们不一样。白衣姑娘一口气把啤酒喝光，说道。你是个乖乖女，但我从来都不是。我也不是呀，否则怎么能一步踏进这黑暗世界里？羽绒服姑娘喝光了这一罐啤酒，仰头望着月亮，说道。都说女人越聪明，男人越害怕。我的心眼那么多，真怕他知道了，会下意识的不敢接近。那正好。白衣姑娘直白地说道。这样我就少了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了。羽绒服姑娘伸出纤细手指，打开了2瓶易拉罐，递给旁边女人一罐。反正现在看起来，在和他的关系上，你领先我挺多的。我和他的那些进展都是阴差阳错。这姑娘拢了拢白色大衣的下摆。倒是你看起来落后，但是似乎一点也不着急赶上来。我确实不着急，因为我还在探索着那一片世界。羽绒服姑娘的笑容恬静。真的很有意思，让我流连其中，快要忘了自己从哪里来。白衣姑娘说道。你能加入营乐，我挺意外的。羽绒服姑娘说道。你也一样。因为他的事业方兴未艾。白衣姑娘说着，主动伸出了手。祝我们合作愉快。羽绒服姑娘轻笑地握住了他的手。祝我们长乐未央。天亮了，金在旭喝了整整一夜。他伸了个懒腰，想要站起来，可是腿却麻了，踉跄了2步，撞在了金明鹤的身上。他们也该起床了吧？金在旭满嘴酒气地说道。他酒量好，喝了这么多，都没有到酩酊大醉的程度，就是脑袋有些晕。大哥，他们这些年轻人都是睡得晚，起得晚。金明鹤说道。他们为什么睡得那么晚，都干什么呢？金在旭问道。他们还能干什么？金明鹤笑道。肯定在干你曾经对那些女艺人干的事情啊。他也是明显喝多了。金在旭晕晕乎乎地说道。他们肯定不会和我一样，我玩的尺度很大的。金明鹤也是明显喝多了，笑呵呵地说道。大哥，现在的年轻人玩得更大。至于抑郁症严重的李世勋，则是在一旁乐呵呵地笑着，
心情似乎难得的好。金在旭喷着酒气说道：明鹤，你现在上去告诉他们，我今天就给他们举办婚礼。对了，我还得提醒苏无忌几句。虽然他救了我，但是我的宝贝女儿被他给睡了，他得负责到底。他要是感伤幼灵的心，我好像也干不了什么。大哥，你喝多了。金明鹤把他架起来：走走走，咱们回家。不回家，不回家。金在旭连连摆手：我既高兴又不高兴，现在不想回家。不回家去哪儿啊？金明鹤问道。去看看艾琳。金在旭说着抹了一把眼泪，随后笑着说道：幼灵回来了，还找了个那么好的男朋友，这么好的消息，我得告诉他啊。金明鹤沉默了一下，说道：好，咱们去看艾琳。他知道自家大哥经常会独自一人去艾琳的墓前，去找他说上一整晚的话。李世勋也站起来，和金明鹤左右架住了金在旭，把他扶上了车。金家有一个家族墓园，逝去的金家人都埋在这里，但是艾琳却没有葬在这儿，而是葬在首都郊外一处公墓的山顶。金在旭完全不想让自己的女人和他生前讨厌的那些长辈们共处一个墓园，所以才将艾琳葬在了外面。这是整个墓园风景最好的位置，能够看到海天一色的交际线，能够看到浪翻浪涌和云卷云舒。只是当一行三人摇摇晃晃地沿着阶梯走向山顶的时候，却远远看到一对年轻的男女正静静地站在艾琳的墓前。挂在山顶的朝阳已经把霞光洒在他们的肩膀上。等等！金在旭停下了脚步，他面带微笑，静静地看着此景。1分钟后，已是泪流满面。金明鹤也揉了揉湿润的眼角。至于李世勋，不知道是不是想起了失踪多年的初恋女友，眼泪竟是疯狂涌出。他死死捂着嘴巴，不让自己哭出声，生怕吵到了100米之外的那一对年轻男女。这位表面上站在南离政坛最高处的男人，展现出了公众根本想象不到的敏感和脆弱。走吧，咱们回去。金在旭低声说道。他抹了抹眼泪，又笑了起来。好，水既有分。金明鹤左手搀住大哥，右手拉着哭得不能自已的李世勋，说道：走吧。金在旭又扭头看了上面的2道身影，随后笑着说道：你们俩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感觉吗？金明鹤问道。什么感觉？金在旭笑出了20岁时的灿烂。死而无憾。1个小时之后，苏无忌和金傲丽才从艾琳的墓前离开。2人的眼睛都有些红，但心情并不沉重。这时候的陈峰格外清新，像是纵跨24年的呼唤。谢谢你，无忌。金傲丽搂着苏无忌的胳膊，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那种安心与满足是他这辈子都没有体会过的，如此让人着迷。苏无忌说道：过去了那么多年，有很多事情来不及了，但有很多事情还来得及。那些失去了的都还可以弥补。金傲丽轻轻点头。我们还年轻。苏无忌笑道：当时人在非洲的时候，我们还聊过，如果你在北边过得不开心，就来皇后酒吧找我，我让你当个领班。现在坐拥半个南历金家的幼灵大小姐，怕是看不上领班那点的工资了。谁说我看不上的？金傲丽挽住了苏无忌的胳膊。就算我不去灵州，你也得把那个位置给我留着。这句话颇有一语双关的味道。其实严格说来，
两人接触的时间并不算长，甚至还互相坑过对方。但是不知不觉间，苏无忌却已经成为了金傲丽的精神依靠。那位看起来厉害又强大的金局长，内心深处的脆弱和不快乐，只有苏无忌才明白。也许苏无忌对金傲丽的感觉更大一部分是源自于激素和身体，但金傲丽绝对不是这样。从小到大，苏无忌是他遇到过的对自己最好的男人，没有之一。你是回金家还是跟我回去补一觉？苏无忌问道。金傲丽的眼眸之中波光流转，说道：当然选第二个，我确实是有一点困。一夜没合眼，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轮番着来，何止是困，浑身上下都累得不行。金傲丽说话间鼓起腮帮子揉了揉，这样子煞是可爱。此刻他体会到了在北星24年都没感受到的轻松和亲切，即便累极了也开心，似乎连这里的风都是香甜的。那咱们回去。苏无忌说道。回去睡觉。他扫了一眼金傲丽，后者虽然穿着宽松的大衣，可是那流畅的身材却丝毫不受影响。那久经锻炼所形成的每一寸柔韧肌肉，都使得各处的曲线恰到好处，完美到挑不出任何的毛病。唯一可惜的是，由于金傲丽的后背上还有一道伤口正在愈合期，连睡觉都得趴着，使得苏无忌并不能体会到金大小姐完全体的实力。这个学霸还没彻底展现出毕生所学呢。看到了苏无忌的眼神，金傲丽活动了一下微酸的下巴，捶了捶后腰，眸光流转。你呀你，得保重身体呀，不能透支。苏无忌很认真地说道。放心，我从来都不是个放纵的人。我放纵起来不是人。两人回了酒店，苏无忌居然真的老老实实补了一觉，而后背有伤的金傲丽也趴着睡着了。一觉醒来已经是午后1点钟了。1点整计时开始。苏无忌翻身上马，他居然掏出手机，很恶趣味地点了一下秒表，开始计时。等秒表停下之后，时间停在了1点08分。咦，怎么和昨天晚上的状态不太一样？金傲丽说道。看来你是真的累了。其实他自己反而觉得这时间正好，不用太累，而且意犹未尽。我不应该呀。苏无忌揉了揉脑袋，脸色难看地说道。按理说这难道不该越来越久吗？他还想突破自己88分钟的极限呢。哎呀，你别纠结。金傲丽安慰道。真的挺好的了。这种事儿关乎男人的尊严，女人越是安慰，男人心里越不是滋味。苏无忌这还是太年轻了，他是不知道自己老爸当年有多虚。等他到了38岁之后，就会明白，曾经自己看不上的那点时间，都会成为永远触摸不到的极限。就在苏无忌准备调整状态，找回尊严的时候，这时候金傲丽的手机响了起来。他看了看来电，表情闪现出了一抹复杂，说道：是哥哥。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他都还没跟北边的哥哥有过一丁点的沟通。金傲丽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苏无忌说道：你要是觉得不方便开口，我来跟他说。金傲丽轻轻摇头。那还是我来吧。他随后接通了电话，声音轻轻。哥哥。那边问道：在南丽的这几天还好吧？难得的关心。金傲丽说道：都挺好的，但是有一件事我得跟哥哥汇报一下。我已经知道了，
那边的声音有一些微微发沉。这就是我给你放假的本意所在。这一下完全出乎金奥利的预料。哥哥，他的眉头轻轻皱起。你早就知道了。那边说道。倒也不是很早，就在不久之前。其实我并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苏无忌把金奥利拉过来，轻轻地抱在了怀里。金奥利的眸光轻闪。哥哥是爸爸做的吗？不是啊，不是。那边斩钉截铁。他是在冰天雪地里救了你，养你到这么大。当然，具体的细节我并不是特别清楚，因为现在也没法向他当面追问了。听起来似乎是个有很多漏洞的谎言。金奥利没有再细究，轻轻应声。人都已经去世了，找不到真实的答案了。那些过往的秘密，其实早就已经被吹散在北国的风雪里了。那位哥哥说道。奥利，我对外就说你牺牲了，遗体留在了南厉，希望你不要介意。听到这句话，金奥利一怔，他的眼眶已然变得有些微潮了起来。我不介意，谢谢你哥哥。金奥利真心实意地说道。其实他还担心过，如果这位哥哥无论如何都不放人的话，那么南厉这边还真的有些难办，两国关系说不定都得因此而受一些影响。好，以后有时间的话可以回来看看。那位哥哥说道。人生的下半场开心一些。说完这句话，电话挂断。彻底结束了吗？金奥利握着手机沉默了几秒钟，随后轻轻靠在了苏无忌的肩膀上。他在北兴24年的人生似乎就此画上了一个句号。把金家的小公主送回了庄园之后，苏无忌来到了京市的私立医院。虽然被金奥利现场教学了1天1夜，但他并没把伊莲娜彻底抛之脑后。感觉好些了吗？苏无忌进来之后，轻轻走到了床边，轻声问道。护工大姐见状，留下了一个暧昧的眼神，很识趣的走出去了。从来没在床上躺过这么久，挺无聊的。伊莲娜的面色仍旧有着明显的苍白之意。你的问题解决了。苏无忌说道。解决了，没遇到太大的危险。金泰珠的这次出手，甚至让他觉得很不过瘾。伊莲娜看了看苏无忌的气色，但看起来似乎有些疲惫。苏无忌倒是承认了。遇到了个厉害的对手。能不累吗？金奥利虽然是初次经历真实战场，可战斗力和战斗技巧简直强得可怕。苏无忌完全被牵着鼻子走，他现在甚至觉得自己简直比跟博洋打了一架还累。在那面积是1米8乘2米的领域里，金大小姐就是当之无愧的神人，毫无疑问的天灾级强者。伊莲娜看着这个年轻男人，一想到对方是阿波罗的儿子，自己的心情就有些复杂了起来。什么时候回华夏？他问道。苏无忌摇了摇头。过2天吧，我想办法把你带回去。听说过宁海碧康吗？我会带你去那里治疗。我想去碧康的欧洲中心。伊莲娜看着苏无忌的眼睛，直截了当地问道。你能帮我安排吗？他显然知道答案，而且明显可以联系苏赤烟去办这件事。可伊莲娜偏偏还是鬼使神差地对苏无忌开了口。苏无忌说道。你的病情已经开始缓解了，宁海也能治好的。我就在灵州，到时候我去宁海探望你也方便。伊莲娜说道。还是欧洲的气候更适合我，麻烦你了。宁海碧康的专家只能让他恢复健康，
却没办法让他恢复实力。也行，我来负责联系，这2天应该就能有消息。苏无忌停顿了一下，欲言又止地说道：不过你这次回去不会在。虚弱的伊莲娜露出了微微笑。放心，不会再联系那个人了。他俩口中所说的那个人，是那位从来没有存在过的金主。苏无忌点点头，明显放下心来。那就好，你长得漂亮，容易被别人带入歧途。说实话，你如果还是缺钱，我可以给你，但我不图你身子。这听起来的意思有点像是，你放心，我就蹭蹭不进去。看到伊莲娜没吭声，苏无忌说道：我是认真的，绝对不是说说而已。你当灵州的热心好市民是摆设吗？伊莲娜轻笑道：现在的确是不图身子，至于以后图不图，谁知道呢？这笑了一下之后，他自己都有点意外。看来大哥高海峰说的没错，自己的身上的确是出现了不少变化。只是伊莲娜自己也分不清楚，自己的这些变化到底是不是因为知道了苏无忌的显赫家世。我不是个功利的人，不会因为对方的家世而改变任何的看法。伊莲娜在心中自言自语，似乎还很坚定。我真不图啊。苏无忌说道：虽然你长得很漂亮，但我见过的漂亮女人多了。还有一个艾斯黛儿吧。伊莲娜在心中随之补了一句。她沉默了几秒钟，随后说道：我恢复了以后会去灵州找你的。哼。苏无忌说道：那我等你来。他说完低头一看，发现尿袋快满了，于是也不介意，直接拿了个盆过来，蹲在床边放着袋子里的水。这个动作他当初对白木哥也做过。饶是伊莲娜心理素质极好，此刻也明显有些撑不住了，苍白的脸颊罕见地布上了一层绯红。你别，他说道，有护工在，让他来弄吧。那哗啦啦的水声让堂堂月神都有些听不下去了。苏无忌说道：嗨，都是朋友，多大点事儿。他是真不在乎，就算躺病床上的是个男人，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做这种事情。伊莲娜看着他端着盆走出去的样子，忽然更加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会输了。如果躺在病床上的是艾斯黛尔，伊莲娜肯定也会让护工来做这件事。苏无忌把盆冲洗干净，放在了病床下面，看了看时间，说道：时间不早了，你要不要早点休息啊？我不用，都休息1天了。伊莲娜说道：你要是有时间陪我聊聊天。哼。美女相邀，苏无忌当然没拒绝。伊莲娜第一个问题便是：你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苏无忌说道：是个老登子。伊莲娜：苏无忌说道：我爸对我其实挺好的，但经常被我气得头疼，一生气就不给我钱花，喜欢言语嘲讽我，话里话外都看不上我，有事没事还喜欢揍我。伊莲娜轻笑：听起来对你好像不太好。不知道为什么，她听到这些莫名有些愉悦。原来那位站在黑暗世界巅峰，不，站在这个世界之巅的人物，也会被孩子气得头疼，也会打孩子，也会那么鲜活。我爸其实对我还是挺好的。苏无忌说道：我知道他对我的那些放养是想让我能早点独当一面。那你妈妈呢？伊莲娜问道。他对苏无忌的母亲有一些猜测，但并不确定。毕竟苏无忌的身上没有任何混血的样子，母亲肯定是个华夏人，但阿波罗的华夏籍绯闻女友也不止一个。苏无忌说道：
他是真的疼我，不过我的家庭环境比较复杂，三言两语说不清楚。什么复杂？纯粹是因为小妈太多了。那你呢？苏无忌问道。聊聊你吧。伊莲娜说道。我父母都去世很多年了。抱歉。苏无忌说道。没什么，这个问题我早就能坦然面对了。伊莲娜看着窗外的明亮月光，突然间变得有些意兴阑珊，道：有点累了，你先回去吧，改天再聊。俩人一共也没了几句。苏无忌不禁觉得是这妹子触景生情了，一定是想爸妈了。以后有时间的话可以去我家里吃饭。苏无忌说道。我爸妈看到你也一定会心情很好的。叶莲娜的心情莫名因为这句话而变好了许多，她轻笑道：那他们肯定会误会我和你之间的关系。苏无忌：管他们呢，行，你先好好休息，我走了。随后病房里只剩下了伊莲娜一个人。她看着窗外的月色，感受着弥漫心中的孤单感，轻轻自语：月神爱。一声承载着无数情感的轻叹响起，随后消散在房间里的月影下。苏无忌回去也没什么事儿，于是想去老夏的房间里坐坐，却没想到夏洪镇已经于傍晚提前回国了。由于枪击案的发生，东洋的参会代表现在还躺在重症监护室，东亚安全峰会草草结束。而因刘伯果被灭口，月格格也提前回去了。苏无忌打了个电话：有时间嘛，出来聊聊天，对我尽一下地主之谊。金明鹤的声音响了起来：这个时候的你不应该在病房和那位被你解救的美女聊天吗？苏无忌说道。我倒是想，但是美女没空搭理我。他其实还联系了朴姐姐，但后者却在和国内开案件的视频会议，完全没时间陪他享受南丽的月色。苏无忌总觉得朴姐姐的所有理由都是托词，也不知道她是不是故意想找借口跟自己保持距离。其实朴妍希越是这么做，就越是让苏无忌产生强烈的征服欲。我有一件事情不太能想明白，想让你帮我分析分析。苏无忌说道。放着歌者这么根大粗腿不用，实在是太暴殄天物了。金明鹤很干脆地回答道：我现在没时间。苏无忌：我给你付费。金明鹤说道：那就按我在雷蒙情报局的市场价来，咨询费100万美金。苏无忌一挑眉毛：你丫的怎么不去抢啊？金明鹤说道：你从金家都抢走那么多了，是偷这点出来还心疼？前天还从我这里赚走200万呢。苏无忌：倒也不是心疼，主要是觉得你不值那么多钱。金明鹤无奈：能让你暗影天王都想不明白的事情，不值100万美金。苏无忌说道：1万美金爱干不干？没见过这么砍价的，值。金明鹤说完便直接挂断了电话。然而半个小时之后，他的窗户便被敲响了。金明鹤拉开窗帘，看到了苏无忌的那张脸。黑歌者，我现在来你们这金家庄园，简直跟走大路似的，防御简直差得离谱。苏无忌说道：开窗让我进去。你爱去哪就去哪。金明鹤没好气地把窗帘拉上了。又过了5分钟，苏无忌开门进来了。我是不想破坏你的钢化玻璃，不然一脚踹烂你的窗户。哟呵，都准备好招待我了。金明鹤正坐在茶几边上倒酒呢，他口口声声不让苏无忌进来，却已经提前摆好了2个红酒杯。
昂贵的红酒已经提前倒在醒酒器里了。说吧，什么事儿？金明鹤问道。于是苏无忌便把朴相根父子的事情说了一遍。倒也是事实。金明鹤说道。我听说过他有个儿子是游侠，几年前失踪了，所以他没撒谎。苏无忌摇了摇头。既然这样，金明鹤说道。你觉得不对劲的地方在哪里？苏无忌说道。我当时用烤肉盘打碎他面前玻璃的时候，这个朴相根还在微笑。他有这心理素质，很正常。金明鹤说道。这老家伙在年轻的时候也是杀人不眨眼的。可是没多久他又哭了。苏无忌的眉头皱着，说道。即便时隔几年，面对马上要谈及的丧子之痛，又真的笑得出来吗？朴相根的微笑也许是出于礼貌，并不能成为你怀疑他有问题的证据。金明鹤先是否认了苏无忌的观点，随后话锋一转道：但我相信你的直觉。在他们这种善用智谋的人心中，看似虚无缥缈的直觉，其实有些时候甚至比所谓的证据还要重要。说完，金明鹤拿起了杯子，跟苏无忌碰了一碰。我想见一见银月的负责人，你能不能安排一下？银月显然掌握了24年前拐卖案的所有线索，不然苏无忌不可能带着金傲丽直扑金和丽的住所。而现在金家兄弟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根链条上的所有人连根拔起，一个不留。苏无忌说道。你先解决我的问题。金明鹤说道。这件事情很简单，游侠神殿毕竟有12个人，在南美的雨林里失联了，朴善红也确确实实失踪多年。不管朴相根的微表情有没有问题，南美的雨林你都必须去一趟。苏无忌呵呵一笑。我可以不去，我不是那么有责任心的人。我们先假设朴相根有问题，那么你必须得去。金明鹤停顿了一下，说道。这就是阳谋，不是阴谋。苏无忌说道。我非得按照这个阳谋的意思来办吗？金明鹤说道。很简单，如果你不去，那么这件事情一定会被曝光出来，黑暗世界的舆论一定会发酵，游侠之神不顾手下死活，整个神殿的名声都会跌入谷底。苏无忌盯着杯中的红酒。确实啊。金明鹤说道。其实你不可能没想到这一点，之所以来问我，还是因为你不想贸然对朴相根下手。苏无忌微微颔首。你说的没错，不愧是歌者。别给我戴高帽子，我从来没说过我是歌者。金明鹤问道。你为什么不直接动手？就因为朴相根是朴家人，这可完全不像你的风格。苏无忌说道。不止我是觉得，从朴相根的身上也不太可能挖出什么有效信息。金明鹤看着他似笑非笑。你这话可有点言不由衷，我大概能猜出来你是动了同情心。一个老父亲失去了自己的儿子，确实让人唏嘘。苏无忌本能的不想认为这件事情是假的。苏无忌抬眼看了看他。天天活得这么聪明，累不累？其实当个没什么责任感的人真的很轻松的。金明鹤说道。如果你认为游侠神殿的名声和你也没有关系，那么南美的雨林自然不用去，可惜你不会这么做。如果这是个圈套，那么幕后布局者真的把苏无忌算准了。你不也是一样？苏无忌呵呵一笑。南北两边的事情你非要扛在肩膀上，为此不惜把我引到坑里。金明鹤笑了笑。你才是那场圈套的胜负手。我发现好多事情只要把你引到局中来，就变得很省力，很简单。
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你真不要脸。金明鹤说道。反正也没人知道星辰歌者是谁，要不就由你来当。苏无忌呵呵一笑。让我继承你的称号，你配吗？反正我现在是你的长辈。金明鹤说道。你和幼林在一起，就得喊我叔叔。被人占了辈分上的便宜，他偏偏还无处说理去。我不管，咱俩各论各的。你的大个子保镖呢？金明鹤说道。昨天请他吃完了烤肉，就没再见到他的影子。苏无忌把杯中的红酒一口干掉。那辅剂呢？金明鹤笑了笑。可以的，不知不觉都被你留了后手。苏无忌呵呵一笑。不知不觉都被你盯上了。金明鹤说道。这是我的个人习惯，但是我相信南离其他人没有这个习惯。苏无忌说道。那就好，不然总是被一个老阴笔从背后盯着，这种感觉可不怎么好。金明鹤。你骂我？苏无忌并没有整天都把小庞带在身边，为的就是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如果俩人始终黏在一起，要是某天把小庞派出去单独执行个任务，那么一下子就会被有心人注意到。毕竟没有谁都像星辰歌者的眼光那么变态。你明明有了主意，其实没必要特意来问我。金明鹤接着说道。我想你大晚上的来到这儿，不仅是想找我，还想找幼灵的吧？苏无忌露出了狐狸尾巴说道。他住的地方离你这里远吗？金明鹤看着对方眼睛里的亮光，无奈地摇了摇头，抬手指了指窗外。不远，就在那栋50米外白色的那栋小楼。苏无忌站到窗边看了看说道。原来是那儿歌者，你真是个好人。我走了哈。说完，他直接拉开窗户跳了出去。这就走了？金明鹤站在窗边，看似十分无语。随后，这家伙干脆拉了一把椅子，在窗户边坐了下来，一副看好戏的样子。他望着那一栋白色的房子，抿了一口红酒，幸灾乐祸地呵呵一笑。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真是让人期待呀！苏无忌直接从大门走进了那栋白色房子。虽然没开灯，但借着窗外的月色，能够看到客厅里全是大号的毛绒玩具，充满了少女心，馨香充满了整个房间。这金在旭对女儿还真是够好的。苏无忌轻手轻脚地走上了楼梯，直奔2楼卧室。他准备给金奥利一个惊喜。轻轻推开卧室的门，里面的窗帘拉着。由于这窗帘的布料微微透光，月光能照进来些许，房间里并不算一片漆黑。再加上苏无忌的目力过人，他依稀看到一个长发姑娘正背对着门躺着，即便盖着薄薄的被子，也遮挡不住那美好至极的曲线。也许是由于这2天折腾的实在是太累了，金奥利睡得很熟，呼吸非常均匀，偶尔还发出一道极为可爱的轻轻鼾声。苏无忌无声无息地摸到了床边，先是脱掉了鞋子，本想直接躺上去，但一想到自己穿着这身衣服去了一趟医院，就这么躺床上肯定不太卫生，于是他轻手轻脚地脱去了所有衣服，一件没留，掀开被子钻了进去，紧紧贴着那美好的身体。苏无忌一下子不淡定了起来。他准备给金奥利一个惊喜，直接用某种特殊的方式把他从睡梦里叫醒。想想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苏无忌都感觉到无比的激动。哎呀，被老爸骗了那么多年，谁能想到这种事儿居然还能玩出这么多的花样，居然还能好玩到这种程度。2个人之间的游戏都那么有意思了，
要是3个人、4个人，得好玩到什么程度，简直不敢想象。金奥丽的身上只有2件衣服，其中1件是超短款的睡裙，至于具体短到什么程度，只能穿给自己和老公看的那种。于是苏无忌没动睡裙，而是把另外1件极为小心地扯离了对方的身体。但他也没有贸然进攻，而是紧紧贴着金奥丽，静静地抱了一会儿。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后者似乎醒了，那均匀的呼吸频率已经被打破，而轻微的鼾声随之停止，甚至就连身体都轻轻一颤。苏无忌没说话，那本来搂着对方纤腰的手开始缓缓下移。对于这种试探性的动作，2人早就轻车熟路了。本以为金奥丽会立刻转身相迎，却没想到她的身体再度一颤，停顿了几秒钟，然后像是下了某种决心一样，把苏无忌的手给拿到了一边。苏无忌，这是几个意思？然而紧接着，金奥丽却忽然起身，跪在了床上，低着头，声音里带上了一丝哀求，说道：会长先生，对不起，我实在是没准备好，您能再给我一点时间吗？他浑身一个机灵，这声音特么的根本不是金奥丽。苏无忌也觉得自己受到了惊吓，撑着身子往后挪了半米，结果摔下了床，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会长大人，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这姑娘也慌了，连忙下床，想要把苏无忌搀扶起来。可是由于房间里没开灯，她下床之后的第2步便踩到了苏无忌的小腿上，身子失去了平衡，直接结结实实地摔在了他的身上。确切地说，这姑娘的膝盖一不小心地撞在了苏无忌身上这2天最疲惫的地方。疼疼疼！那个地方的神经和血管实在是太丰富了，让苏无忌疼得倒吸冷气。咋搞的？大半夜的，让老苏家差点绝了后啊！那女孩吓得浑身瘫软，不敢动了。自己不仅拒绝了权倾南力的金会长，甚至还伤到了他。完了，自己死定了。喂！这姑娘居然哭了起来，眼泪大滴大滴地落在了苏无忌的胸口。你快起来，压着我呢！苏无忌把那姑娘扒拉到了一边，自己躺在地上，大口地喘着粗气。那姑娘跪在地上，整个人已经彻底凌乱了，慌里慌张地说道：会长大人，要不要送你去医院？要不我给你揉一揉？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你认错人了，我特么不是你的金会长。他终于明白了，自己是摸到了金在旭养的金丝雀的房间里了。这特么的偷鸡不成蚀把米，赔了夫人又折地，马得歌者陷害老子。那姑娘听到苏无忌的话，也震惊地呆住了，过了好几秒钟才反应过来，眼前男人的嗓音和金在旭根本不一样。她惊慌失措地打开了灯，看着面前这张陌生又年轻的脸，手指颤抖着指着对方，哆哆嗦嗦地说道：你到底是谁？你鞋，别这样看着我。这姑娘站在灯的开关前，往下拽了拽睡裙的裙摆，声音之中还有一些慌乱。然而这裙子确实是只能在卧室里穿的那种，她这么拽也是没有半点用处，更何况苏无忌还坐在地上呢。惊鸿一瞥之后，苏无忌便把目光挪到对方的脸上，看起来真的有点面熟。这姑娘的肌肤如同长期在牛奶浸泡之中才能养成的细腻白皙，此刻即便不施粉黛，也有着强烈的润泽感。
她的脸型圆润，精致与柔和并存，五官有种幼态与妩媚结合的感觉，修长的天鹅颈和直角肩形成了完美的角度，美得毫无死角。这妹子的身高绝对有1.7米以上，尤其是那一双又白又直的腿，简直长得夸张，完美地诠释了什么叫九头身。但瘦归瘦，腿长归腿长，该拥有的曲线却是一点儿也不减少。苏无忌之前在床上紧贴她的时候，都用手感受过了，都是真的，并非后天进行的科技调整。这在如今的南离娱乐圈并不多见了。这正处于蜜桃将熟未熟时的姑娘，把天真与贵气完美结合，简直像是漫画里的人物来到了现实中。就在苏无忌还在思考这女人是谁的时候，后者抽泣着说道：我没想到金会长自己没来，而是让我陪你，这是他对我的惩罚吗？我还没有任何的心理准备。他把苏无忌当成是金在旭的某种客人了。说着说着，这姑娘的眼泪又啪嗒啪嗒的往地下掉。这倒也不怪这姑娘会这么误解，毕竟这里可是金家庄园，防御那么严密，到处都有保镖，能进入到这个房间的，要么是金家的核心人物，要么是金在旭的贵客。这是个误会。苏无忌无奈地摇了摇头，说着：你现在转过身去，我穿上衣服。哦，好，对不起。这妹子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刚刚把这青年撞疼了的地方，随即转过去了，低头贴着墙，似乎还很害怕。苏无忌看着她的背影，由于裙摆实在不太长，他这一抬眼便发现该看的不该看的都看到了。他好歹也是个正常男人，并且这2天被金奥利给开发的懂了很多新姿知识，看到这么绝妙的身材展现在自己眼前，苏无忌要说还在保持着完全淡定，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再说了，被他扯掉的那件衣服现在还丢在地上呢。苏无忌穿戴整齐，说道：好了，你可以转过脸来了，我不会碰你，这真的是个误会。这哪里误会了？你真的不是金会长的贵客吗？这姑娘说道。苏无忌看着对方的脸，说道：贵客归贵客，但是金在旭并没有让你陪我睡觉，我想起来了，你是那个翻跟头的，对不对？翻跟头的。听了这句话，这姑娘一下子破涕为笑了。先生，我叫韩世恩。这还是有人第一次这么形容她。韩世恩是最近某个顶流的4人女团里最火的成员。她的身材热辣，一跳起舞来就晃得不行，2条大长腿极为动人，但明明拥有这么好的本钱，走的却是清纯路线。在这个女团里，她本来一直是话题度最低的那一个，毕竟别的姑娘都懂得各种搏出位，用各种暴露的穿衣打扮来吸引流量，可韩世恩偏偏是个乖乖女，哪怕穿着的是裙子，里面的短裤都能长到大腿中段。结果由于在某次演唱会的谢幕之时，韩世恩的状态太嗨，当场助跑2步，来了个柔美的空翻。这种非排练非刻意的轻盈动作充满了生命力，一下子把他那堪称无敌的青春灵动展现了出来，瞬间感染了全场，引得台下的尖叫如同潮水般一波波涌起，也让全世界很多短视频博主都开始模仿他的空翻。但是几乎所有的模仿都不如原版，那柔韧的腰肢和逆天的长腿简直是老天爷的恩赐。由此，韩世恩成为了这个顶流女团里的最火的人。
但这个女团所属的娱乐公司背后大老板是金在旭。前一段时间，这家娱乐公司的负责人要求韩世恩搬进了这一幢白色小楼，后者不得不听从。能够住进金家庄园是多少女艺人的梦想，但是韩世恩自己却吓得要死。他听闻过一些财阀的变态手段，哪怕金在旭在公众面前的形象非常温和，韩世恩觉得那也是表面上做做样子而已。不过住进来之后，金在旭并没有强迫韩世恩做任何事情，对于两人要不要交往，金在旭甚至都没有出面表态，只是那娱乐公司的负责人让韩世恩多考虑几天。这一考虑就是2个月。这2个月来，金在旭都没有踏足过这栋白色小楼，似乎已经把韩世恩给遗忘了。现在韩世恩每天早晨乘车从金家庄园前往公司参加活动，许多人都已经认定她是金在旭的新女友了，就连娱乐公司的高层们都对她客客气气，完全不敢有半点呵斥了。这妹子百口莫辩，等得越久，她就越心慌，越是担心金在旭报复自己。这都是什么破事儿？苏无忌听完了韩世恩的讲述，无奈地摇了摇头。你也不用再担心了，以金在旭的性格，这2个月没找你，应该是真的对你没兴趣。那你……韩世恩对于这个无声无息把自己摸了个遍的男人还是有些防备。苏无忌说道：我的一个女性朋友也住在附近，我走错了房间，你就当做今天晚上的事情没发生过，不要对任何人提起。谢谢您。韩世恩相信这个解释是真的，他鞠了一躬说道：您真是个好人。他的睡裙太宽松了，这么一鞠躬，不知道被多少粉丝爱慕的身材就这样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了眼前。苏无忌只能别过头去。萍水相逢，估计以后也很难再见面了。再见。他说着没再看韩世恩一眼，走了出去。只是在关上门之前，苏无忌又说了一句：你也把衣服穿上吧。韩世恩看着掉落在地板上的短裤，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身上居然就一件睡裙。他光着脚在地上站了许久，俏脸滚烫滚烫。苏无忌一想到自己居然和南里顶流毫无阻隔的紧紧相贴，还差点在对方睡梦中将其占有，就觉得无比离谱。本来想骂金明鹤几句，现在竟是有点想感谢他。离开了白色小楼，他就去找金明鹤算账了。没想到在翻窗进入对方的卧室之后，苏无忌发现金明鹤正坐在茶几旁边，微笑着等着他呢。茶几上已经摆满了各种烤串，光是烤腰子就有好几串。这么快就结束了，呵。金明鹤似笑非笑地说道：来，快尝尝，家里的华夏厨师特地给你烤的。苏无忌黑着脸坐下。哥者，你特么的是故意的吧？金明鹤摊了摊手：你居然没感谢我。你哥预定的金丝雀要是被我给睡了，我还能出得了南丽吗？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我都要回国了，你特么的还给我挖坑。金明鹤微笑道：那是下边人送到这里来的，事实上我哥根本不在意他，甚至可能都不记得还有这么个人了。那你们还不放人，非要这么把人家困在庄园里？苏无忌说道。他吃了口烤腰子，味道还挺正宗。这其实也是对他的一种保护，不然年纪轻轻突然爆红成了顶流，被很多有心人盯着，一定会出问题的。金明鹤微笑着：要不你带走？扯什么蛋呢？苏无忌说道：让我把金奥丽带走还差不多。
金明鹤说道。给幼灵留点时间，熟悉熟悉南里的环境。我大哥早就萌生退役了，这丫头得把金家撑起来。行吧，你们别让她累着了。苏无忌说道。要是朴相根那边没什么问题，我明后天就回去了。金明鹤说道。我也得走了，去一趟意大利。最近总是待在东亚，欧洲的事情耽误了一些。苏无忌说道。反正我不想去欧洲，不然还得被你坑一把。金明鹤说道。我不在南里的时候，你要是需要什么，不管是人手还是武器，都可以直接联系京城员。而这个时候，苏无忌的手机响了起来，一看来电，竟是小庞。找到人了吗？苏无忌问道。老板，我觉得这个朴相根不对劲。小庞难得放低了声音。他进入了自己的别墅半小时之后，一个男人走出来，上车离开。苏无忌问道。是什么引起了你的怀疑？小庞说道。此人的行迹有些可疑，戴着帽子和口罩遮掩面部，另外他的脚上有一个电子脚镣。苏无忌的眼睛一眯。你现在是在盯着朴相根，还是盯着那个离开的男人？小庞说道。老板，我在跟着那个脚镣男人。苏无忌站起身来，杀气腾腾地说道。跟上他，我现在就乘直升机赶过去。老板，跟不上了，我好像被发现了。小庞的话音尚未落下，巨大的撞击声已经从电话那一端传了过来。